2026年5月28日，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造船第6廠的廠房外，一艘灰色的戰艦在龍德1號與2號2艘工作船的牽引下，緩緩地從船台被推了出來，靜靜停泊在那座曾經是蘇澳港注目池的碼頭邊。它還沒有名字，舷號 PGG632，就像一個剛剛出生，連名字都還沒取好，正躺在月子中心嬰兒室裡睡覺的小寶寶。可就是這個看起來毫不起眼的鋼鐵嬰孩，卻是台灣海軍整整一個世代不對稱戰略的最後一塊拼圖，是沱江級飛彈巡邏艦12艘量產計劃的最終艦。當它在今年年底完成海試，正式交艦的那一刻，這支被反覆討論了10幾年的飛彈駝獸系列，就算是徹底集結完畢了。一艘滿載排水量還不到700噸的小船，到底能做什麼？它的體型連對岸一艘航空母艦的零頭都夠不上。對岸最新的福建號航母滿載超過8萬噸，足足是它的100倍還多。可偏偏就是這樣一艘700噸的小鋼炮，被全世界的軍事媒體冠上了一個令人膽寒的稱號——航母殺手。一艘巴掌大的船，憑什麼去獵殺一頭排水量是自己上百倍的鋼鐵巨獸？當12艘這樣的小船在台灣海峽集結，理論上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向同一個方向潑灑出將近200枚反艦飛彈時，那會是一幅什麼樣的畫面？今天我們就來徹底拆解這款被稱為地表最強隱身小鋼炮的沱江級，以及它背後那套讓對手寢食難安的不對稱戰略。火力就是正義，這句話聽起來像是電影裡的台詞，可在台灣海峽這片狹窄的水域，它其實是一道非常冷靜也非常殘酷的計算題。我們先把這12艘船的家譜攤開來看。沱江級的故事要從一個叫訓海的計劃說起。時間回到2010年前後，那時候的台灣海軍手上還握着一批老舊的錦江級巡邏艦，噸位小，火力弱，雷達訊號又大，面對對岸一天比一天龐大的海軍，根本是越看越心虛。怎麼辦？硬碰硬，台灣是碰不過的。對方一艘大型驅逐艦的造價可能就抵得上台灣好幾艘船。如果一頭栽進去跟人家比噸位、比數量，那是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輸掉的军備競賽。於是海軍想了一個很聰明也很無奈的辦法，與其造幾艘大船去跟人家叛命，不如造一群又快又隱身又便宜但牙齒特別利的小船。這個思路就催生了訓海計劃，目標是打造一款具備雷達逆蹤功能的穿浪型雙體船。船體交給本土的龍德造船，最關鍵的戰鬥系統與飛彈則交給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中科院。2012年11月2日，第一艘原型艦正式動工。2014年3月14日，它在眾人面前緩緩下水，被命名為沱江軍艦舷號 PGG618。同年11月竣工，12月交艦。為什麼要叫沱江？這個名字其實背着一段很重的歷史。它紀念的是1958年92海戰中那艘同名的英雄艦。當年的823炮戰期間，金門的補給線命懸一線，而舊的那艘沱江軍艦舷號 PC104， 在掩護金門運補的側翼任務裡，面對佔據絕對優勢的敵方艦艇，以小博大，重創敵艦，幾乎打到彈藥見底，最後拖着滿身彈痕，硬是撐回了港口。那是一場用勇氣去填補實力差距的硬仗。海軍把這個名字傳給新一代的小鋼炮，要的就是那股以弱擊強、寧死不退的精神。從1958年92海戰那艘以小博大的老沱江，到今天即將交艦的這艘 PGG632， 這個血脈一路傳承了將近70年，幾乎就是這座島嶼處境的縮影。原型艦驗證成功之後，量產計劃正式啟動。立法院在2021年11月23日通過了將近新台幣2400億元的海空戰力提升計劃採購特別條例，預計在數年之內完成全部12艘沱江級的量產。這12艘怎麼分？一艘是原型艦沱江，剩下的11艘是後續量產型，又分成2個批次。第一批6艘分別是塔江、富江、旭江、武江、安江、萬江。第二批5艘目前已知命名的有丹江與柳江，再加上3艘還沒正式公布艦名的後續艦。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細看這些舷號，
從618一路排下來，你會發現它中間跳過了好幾個數字，比如622、624，這其實是海軍命名的習慣，刻意避開了某些不吉利或另有規劃的編號，最後一艘乾脆落在了632。而這些艦名也有個共同點，全都是江河的名字，這是台灣海軍巡邏艦一脈相承的命名傳統，沱江、塔江、富江、旭江，每一條江都是一柄藏在水裡的尖刺。進度上，丹江 PGG 627已經在今年3月11日交付海軍，柳江 PGG 628在今年5月5日交付，再來就是第10號艦正在進行海試，第11號艦以及今天的主角第12號艦 PGG 632也即將進入海上測試的階段。換句話說，當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這支飛彈巡邏艦艦隊正一艘接着一艘補滿台灣海軍的攻擊矛頭，而那批被汰換下來的老錦江級12艘裡頭已經有9艘除役，連舷號 PGG 617的珠江軍艦也在今年6月初正式走入歷史，舊的退場，新的登台，這是一場乾淨利落的世代交替。台灣海軍近海打擊力量的骨架就在這幾年裡被徹底的換了一遍血。好，家譜說完了，我們來看這款小鋼炮到底強在哪裡。沱江級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那個怪模怪樣的外形，兩個瘦長的船體並排在一起，中間架着一塊寬大的平台，這就是所謂的穿浪型雙體船。為什麼要費這麼大的勁把船造成這種造型？這裡頭其實藏着好幾層精打細算。第一個好處是快，雙體船的兩個窄船體入水阻力小，沱江級的最大航速可以衝到36節，換算下來時速接近67公里，在海面上根本就是一輛海上超跑。對一艘攻击艦來說，快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它能用最短的時間衝進飛彈的有利發射位置，打完一輪立刻轉身高速脫離，讓敵人連反應和追擊的機會都抓不到。這種打了就跑的戰術正是小船對抗大艦的生存之道。第二個好處是穩，雙體船的甲板面積大，浮力分不開，左右搖晃比同噸位的單體船小得多。據說在6級風浪的惡劣海象下，它依然能夠穩穩地發射飛彈，維持海上作業與戰鬥能力。這個耐波性相當於一艘3000噸級的軍艦。你想想看，一艘600多噸的小船卻擁有10倍於自己噸位的軍艦才有的抗浪能力，這在小型軍艦裡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畢竟飛彈再多，如果船在浪裡顛得連發射都成問題，那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沱江級真正的靈魂是逆宗，它的艦體和上層結構幾乎全部向內傾斜，主炮、甲板設備、飛彈發射箱、主桅杆全都採用了降低雷達反射的設計。連艦首那門76公里快炮原本是圓滾滾的球狀炮塔，台灣都自己動手把外殼改造成了稜角分明的方形，為的就是把照射過來的雷達波盡可能的反射到別的方向去，而不是直直的彈回給敌人的雷達。整艘船摸起來平平整整，目的只有一個，讓敵人的雷達盡可能晚一點，再晚一點發現它。為了讓艦體表面更加平整，沱江级甚至採用了美國建造濱海戰鬥艦時使用的那種雷射切割工作母機，把40多個精密的船段像拼圖一樣焊接組合起来。更講究的是，它吃水線以下的結構，用的是磁性水雷無法吸附的鋁合金打造，這就大幅降低了它觸碰磁性水雷的幾率。從船體材料到外殼造型，每一個細節都是為了讓這艘船更難被發現，更難被擊中。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當對岸的龐大艦隊在海面上嚴陣以待，雷達熒幕上卻只看到一個若隱若現、小得像一艘漁船的光點。等到他們終於意識到，那竟是一艘掛滿超音速反艦飛彈的攻擊艦時，飛彈可能早已破空而出。而比逆宗更陰險的是它那淺淺的吃水。這代表什麼？代表在戰時，當台灣的大型軍港遭受飛彈攻擊，被癱瘓在港內的時候，沱江級這種吃水淺的小船可以迅速疏散，鑽進那些平時根本不起眼的中小型漁港，混在成百上千艘漁船中間，繼續默默地補給彈藥和油料。找不到它就打不到它，打不到它
台灣的制海能力就還在。這種化整為零的本事，才是他最讓對手頭痛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這樣一艘火力強悍的軍艦，操作起來其實非常現代化。曾經登上過量產型參觀的人都說，沱江級的艦橋裡裝着一塊面積很大的整合式顯示螢幕，整艘船的自動化程度相當高，許多過去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如今都交給了電腦系統來輔助。據說連駕駛的座位都是可以前後搖動的舒適座椅，操舵手只要聽從指令來駕駛即可。這種高度自動化的設計，對台灣這種兵源日益緊張的地方來說，意義非凡。一艘船需要的官兵越少，意味着在同樣的人力之下，能夠操作的軍艦就越多，戰力的延續也就越有保障。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如何用更少的人發揮出更大的戰力，已經成為台灣國防無法回避的課題。而沱江級這種精簡編制、高度自動化的設計理念，正是對這個課題的一種務實回應。一艘軍艦的強大，不只在於它的飛彈有多兇，也在於它能不能用最有限的人力，把這份兇悍持續地維持下去。接下來是大家最關心的部分，火力。一艘巡邏艦的價值，從來不在它有多大，而在它能潑出多少飛彈。沱江級的甲板中段採用了模組化的飛彈發射箱固定點，這個設計非常靈活。原型艦沱江當年的配置是8枚次音速的雄風2型，加上8枚超音速的雄風3型，整整16枚反艦飛彈。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它的反艦火力比很多3000噸級的巡防艦還要兇猛。一艘600噸的小船扛着一艘大型巡防艦才有的飛彈數量，這就是為什麼它一出場就被叫做航母殺手。發射箱還採用模組化設計，可以依照不同的任務迅速裝載不同數量的飛彈。到了量產型，中科院讓這套系統變得更聰明，也更有彈性。量產艦的中段設有8組飛彈發射箱固定點，每一個固定點都可以彈性安裝，要麼裝一組2連裝的反艦飛彈發射箱，要麼裝一組8連裝的海劍2型防空飛彈發射箱。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同一艘船可以根據作戰需求自由切換成不同的形態。如果這次任務需要兼顧防空，它就掛上2組8連裝的海劍2，瞬間擁有16枚防空飛彈，再搭配12枚反艦飛彈，攻防一次到位。這就是量產型常見的防空構型。而如果這次任務的目標非常單純，就是要去獵殺水面上的大型船艦，它就可以把那2組防空飛彈發射箱拆下來，換成反艦飛彈發射箱，把反艦飛彈的搭載量重新堆回到16枚。没錯，當沱江級切換成純反艦的姿態時，這艘700噸的小船背上扛的就是滿滿16枚反艦飛彈。這也正是影片標題裡那句16枚飽和攻擊的由來。當然，現實中這16枚通常是熊2與熊3的混搭，而不是清一色的熊3。這裡頭其實藏着一個非常狡猾的戰術巧思，待會我們一定會講到。除了那一身飛彈，這艘船的近身防衛也沒有偷工減料。艦首那門逆蹤化的76公里快炮，射速快，可以對付來襲的飛機、飛彈和小艇。船身中段還裝了一座方陣近迫武器系統，也就是那座俗稱大圓筒的 MK15 方陣快炮，每分鐘可以潑灑出數千發炮彈，是攔截來襲飛彈的最後一道防線。萬一有飛彈漏過了外層防禦，就靠它在最後幾秒鐘支出一道彈幕。而它的眼睛是中科院研發的海蜂眼相位陣列搜索雷達，再加上对空搜索雷達和射控雷達，讓量產型在偵搜能力上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原型艦。一艘小船集逆蹤、高速、強火力、區域防空於一身，這就是不對稱戰力這4個字最具體也最生動的樣子。這裡要特別說一說它的防空之盾海劍2型飛彈。海劍2其實出身名門，它是由天劍2型空對空飛彈發展而來的艦載防空版本。天剑2原本是掛在經國號戰機上的中程空對空飛彈，性能成熟可靠。中科院把它搬到軍艦上加以改良，就成了能夠保護艦艇的區域防空飛彈。對沱江級這種小船來說，海劍2的意義非常重大。傳統觀念裡，小船最怕的就是來自空中的威脅，敵方的戰機、反艦飛彈、無人機都能讓沒有防空能力的小艇毫無還手之力。而有了海劍2，
沱江級就不再只是一個只能挨打的飛彈搬運工，他有了一張能夠自我保護的盾牌，甚至能夠為周邊的友艦撐起一小片防空傘，一手矛，一手盾，這才是一艘合格的現代攻擊艦。說完了防空，我們再回頭看看那2種反艦飛彈，為什麼要把熊2和熊3混着用？雄風2型是台灣比較早期的反艦飛彈，採用渦輪噴射引擎，是一款次音速的掠海飛彈，飛行高度極低，緊貼着海面撲向目標，讓敵人的雷達很難在海雜波裡及早把它分辨出來。而雄風3型則是後來發展的超音速反艦飛彈，速度快得驚人，一個慢，一個快，一個貼海，一個高速，導引方式也不一樣。把這2種特性截然不同的飛彈混在一起，從不同角度同時發射，會發生什麼事？敵方的防空系統會瞬間陷入混亂，它必須同時應付次音速與超音速2種完全不同速度的目標，同時對付2種不同尋標方式的威脅，攔截的計算難度直接翻倍。這就是台灣用相對便宜的飛彈組合去逼迫對手付出昂貴攔截代價的智慧。便宜不代表沒有威脅，便宜加上巧思，反而能讓對手更加難受。現在我們要把鏡頭拉到最近，仔細看看那枚讓對岸航母艦長都要皺起眉頭的真正主角——雄風3型超音速反艦飛彈。如果說沱江级是那把弓，那麼雄3就是那支真正能穿透鋼鐵巨獸心臟的劍。雄3是中科院的得意之作，它最可怕的地方可以濃縮成一個字：快。它的最高速率可以達到 3.5 馬赫，也就是音速的 3.5 倍。這個速度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敵人的反應時間被壓縮到了極限。一枚次音速的反艦飛彈飛過來，對方的防空系統或許還有那麼幾十秒可以從容的鎖定、計算、攔截。可是，一枚以 3.5 馬赫撲過來的雄3，從被發現到擊中目標，往往只是短短幾秒鐘。敵方的指揮官可能話都還沒喊完，飛彈就已經到了眼前。這種把對方逼到極限的速度壓迫感，正是他被媒體譽為航艦殺手的真正原因。雄3的動力核心靠的是一具整合式火箭冲壓引擎，這是一種很特別的引擎，它在低速時沒辦法工作，所以發射的時候得先靠彈體外側掛着的2具圓管狀助推火箭，把整枚飛彈推到一個足夠快的速度。等達到了冲壓引擎能夠運作的門檻，引擎正式點火，飛彈就開始進行真正的超音速巡航。它在飛行的大部分時間採用慣性導引，悶着頭朝目標區域狂奔，等到了終端最後階段，才打開具備抗電子干擾能力的主動雷達尋標器，精準地撲向目標。而它的彈頭採用的是一種叫做自斷破片的特殊設計，在命中的瞬間，金屬會被高溫高壓塑造成一根高速的金屬棒，像穿甲彈一樣狠狠地鑿穿厚實的船體。對付那些薄皮大餡的大型水面艦艇，這種彈頭的破壞力相當驚人。而雄3家族至今還在不斷的進化，體積更大、射程更遠的增程型雄3，從馬英九政府時期就已經開始研發。後來在蔡英文政府時期，正是以盤龍計劃為名建案，計劃生產一批射程號稱可以達到400公里的增程型雄3。中科院在2017年到2019年之間，對增程型進行了多次實彈試射，而到了2025年7月15日的漢光41號演習，增程型雄3首度正式投入部署。外界普遍估計，雄3基本型的射程大約在150公里上下，而增程型則一口氣拉到了300公里甚至更遠。射程越遠，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台灣的攻擊圈就越大，能夠把對岸的艦隊擋在離本島越遠的地方就開始消耗。不止如此，中科院還在積極發展空射型的雄3，要把它微型化、緊緻化之後，掛到經國號戰機的機翼下。2025年2月，就有眼尖的軍事迷在空軍清泉港基地外拍到了經國號戰機掛在空射型雄3測試彈進行地面滑行測試的珍貴畫面。一旦空射型成熟，雄3就會擁有艦射、岸射、空射3種構型，形成一個完整的飛彈族系，從海上、陸地、空中3個維度，把整片台灣海峽織成一張讓敵艦插翅難飛的天羅地網。講到超音速反艦飛彈，這裡值得岔開一筆，聊聊它的身世。超音速反艦飛彈這條技術路線，
其實最早是前蘇聯走出來的。冷戰時期，蘇聯面對的是美國那支由航空母艦構築起來的龐大海上力量。蘇聯的海軍打不過美國的航母戰鬥群，怎麼辦？他們想到的辦法就是發展體型龐大、速度極快、射程極遠的超音速反艦飛彈，甚至打算掛上戰術核彈頭，一舉摧毀美國的航母艦隊。為了攜帶這些又大又重的飛彈，蘇聯造出了像基洛夫級、光榮級這樣的超大型飛彈巡洋艦。超音速飛彈雖然快、威力大，但缺點也很明顯，彈體龐大，造價高昂，而且因為地球曲率的關係，發射平台自己的雷達往往看不到那麼遠，需要靠其他手段來提供目標坐標。台灣的雄三走的也是冲壓引擎超音速這條路，和印度的布拉莫斯、日本的 ASM-3其實是同一個技術家族，只不過台灣把這套原本屬於大國重器的技術巧妙地塞進了一艘700噸的小船，又散布到陸地的機動發射車上，用一種更靈活、更便宜也更難被摧毀的方式去達成同樣的目的，這本身就是一種高明的取捨。其實用小船加飞彈來對抗大艦的這套思路並不是台灣的首創，它有一個非常震撼的歷史開端。時間回到1967年，第3次中東戰爭剛剛結束不久，以色列一艘排水量約1700噸的驅逐艦埃拉特號在地中海上正常巡航，卻被埃及一艘小小的飛彈快艇發射的幾枚蘇制冥河式反艦飛彈當場擊沉。一艘不起眼的小艇用幾枚飛彈就送走了一艘比自己大得多的驅逐艦，這件事在當時震驚了全世界的海軍。從那一刻起，全球海軍正式進入了反艦飛彈的時代，大艦巨炮的舊思維被徹底顛覆，飛彈快艇這種廉價而致命的兵器成了許多中小型國家用來對抗強敵海軍的法寶。蘇聯更是大量生產了像黃蜂级這樣的飛彈快艇，把它們賣到世界各地。而台灣自己過去也曾經發展過海鸥級飛彈快艇，以及後來的光華6號飛彈快艇，走的都是這條以小博大的老路。只不過傳統的飛彈快艇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它們大多沒有匿蹤能力，雷達訊號明顯，防空能力也幾乎為零。一旦被敵方的戰機或大艦發現，往往就是九死一生。沱江級可以說是這套以小博大思路在21世紀的一次徹底的升級與進化。它把飛彈快艇的廉價、靈活、火力兇猛與現代軍艦的匿蹤、耐波、區域防空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它既保留了小船難以被發現、可以分散隱蔽的優勢，又彌補了傳統快艇沒有自保能力的軟肋。從1967年的埃拉特號沉沒到今天的沱江級，反艦飛彈與小型艦艇的這場聯姻已經走過了將近1個甲子，而台灣正是把這套戰術玩得最為精緻，也最為徹底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好，鋪墊了這麼多，我們終於可以回到最開頭那道冷靜的數學題了。飽和攻擊，為什麼一艘700噸的小船能威脅一艘8萬噸的航母？答案不在單艘，而在數量與戰術。一艘航空母艦從來不是孤零零的航行的，它的周圍環繞着驅逐艦、巡防艦組成的航母戰鬥群，層層疊疊的防空飛彈、近迫武器，構築起一張看似密不透風的防護網。要突破這張網，靠1-2枚飛彈是遠遠不夠的。再強的飛彈，單槍匹馬的撞上去，也很可能在半路就被攔截下來。可是，如果撲過來的不是1-2枚，而是幾十枚、上百枚飛彈，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在幾乎同一個瞬間一起殺到呢？這就是飽和攻擊的精髓，用數量去淹沒對方防禦系統的處理上限。任何防空系統，無論再先進，同一時間能夠鎖定、追蹤、攔截的目標數量都是有限的。當來襲的飛彈數量超過了它的處理能力，總會有一些漏網之魚突破最後的防線。而對航母這種龐大的目標來說，它的甲板、機庫、動力系統，只要被幾枚雄三鑿中要害，哪怕沒有沉沒，也足以讓它喪失起降艦載機的能力。一艘無法放飛戰機的航母，就只是一座飄在海上的昂貴鐵棺材。現在我們把這筆賬算一算，12艘沱江級，每一艘在純反艦狀態下，最多可以扛16枚反艦飛彈，12乘以16，就是將近200枚反艦飛彈。
再加上海鋒大隊那些藏在台灣各地的岸基機動發射車，以及成功級等其他艦艇上的雄三，整個台灣的反艦飛彈火網會在戰時織成一道恐怖的鋼鐵風暴。歷史上，這種飽和攻擊的威力並非空談。當年福克蘭戰爭中，阿根廷僅僅用了幾枚飛魚反艦飛彈，就重創甚至擊沉了英國的軍艦，讓全世界都見識到了反艦飛彈的恐怖。而台灣手裡握着的是數量遠遠更多、速度遠遠更快的雄三。讓我們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在某個能見度極低的清晨，台灣海峽會上演一幕什麼樣的場景？一支龐大的敵方艦隊正試圖向台灣本島逼近，旗艦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艦，周圍是密密麻麻的護航艦艇，雷達不停地掃描着海面與天空，搜尋任何一絲威脅的蛛絲馬跡。可是他們的雷達熒幕上，除了一些被當成漁船的雜亂光點之外，什麼異常都沒有發現。就在這個時候，分散藏匿在台灣沿岸各個漁港、島嶼陰影裡的數艘沱江級，早已透過岸基雷達與無人機傳來的資訊，悄悄鎖定了這支艦隊的位置。他們不需要靠近，不需要暴露，只需要在飛彈的射程之內按下發射鈕。剎那間，幾十枚雄2與雄3拖着耀眼的尾焰，從不同的方位騰空而起，有的貼着海面低飛，有的在高空以 3.5 馬赫俯衝。對方的防空系統瞬間警報大作，可是要在短短幾秒鐘之內同時應對來自四面八方、速度高低不一的數十個高速目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飽和攻擊在台灣海峽最真實的模樣，沒有英雄主義的近身肉搏，只有冷靜、精準而又無從躲避的鋼鐵風暴。而這一切的背後，其實有一套完整的戰略哲學在支撐，那就是不對稱戰略。西方常常把它叫做豪豬戰略。這個比喻非常形象，一只豪豬體型遠遠不如獅子老虎，可它渾身上下長滿了尖刺，任何想一口把它吞下去的猛獸都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嘴會不會被扎得鮮血淋漓，得不償失。豪豬戰略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軍事實力極度懸殊的兩方之間，用大量低成本卻足以造成重大傷害的武器去逼迫強大的对手不敢輕舉妄動。美國海軍中將塞布羅斯基曾經剖析過新時代的戰略思維，他認為建造高速、易隱身、造價低廉的小型戰艦來降低己方的損失風險，正是實踐豪豬戰略的方案之一。而台灣國建國造的沱江級幾乎就是照着這個劇本一筆一畫描出來的標準答案。不對稱戰略最關鍵的一點是它徹底改變了思考的方式。台灣不再幻想要去跟對岸爭奪制空權、制海權，因為那是一場以台灣的體量注定打不贏的消耗戰。台灣要做的是反過來，謀求用最低的代價去拉高對方動武所要承受的風險與成本，讓對方在發動戰爭之前不得不反復計算這一筆賬到底划不划算。而沱江級只是這只豪豬身上眾多尖刺中的一根而已。圍繞着它，台灣還布置了一整套低成本、高效率的武器庫，像美國採購的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魚叉岸基反艦飛彈，能夠癱瘓登陸艇的水雷，還有像銳淵2型這樣的國產無人機，以及可以散布在各個漁港的微型飛彈突擊艇。反艦飛彈負責在海上消耗對方的艦隊，水雷負責封鎖航道，海馬式負責打擊在灘頭集結的部隊，無人機負責偵察與騷擾。這些武器每一樣單獨拿出來都不算特別昂貴，可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道讓對手望而生畏的密集刺網。而這套戰略還有一個堪稱致命的優點：生存性。傳統的大型軍艦目標明顯，停泊地點固定，一旦開戰，很可能在第一波飛彈的突襲中就被癱瘓在港內，連出海的機會都沒有。可沱江級這種小船，吃水淺，機動快，雷達訊號小，戰時可以分散到全台各地大大小小的漁港裡，跟成千上萬艘漁船混在一起。對手就算想先發制人，也很難一次把這些散落在各地的尖刺全部精準地拔光，打掉了一艘，還有10艘。這種分散化的存活能力，正是讓對手最頭痛的地方。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那支神秘的海鋒大隊身上。
這支部隊掌握着大量的岸基反艦飛彈機動發射車，平時把飛彈藏在台灣各地的隧道、山洞、掩體裡，戰時開出來，打一炮就換一個地方，像幽靈一樣神出鬼沒。海上有沱江級，陸地有海鋒大隊，空中還有掛着空射熊3的經國號，這就是一張立體交織的反艦火網。那麼這套戰略到底有沒有用？我們得把眼光抬高，看看台灣海峽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局面。對岸的海軍這些年正以一種驚人的速度膨脹，如今他們手上已經握有3艘航空母艦，遼寧號、山東號，以及在2025年11月5日才剛剛在海南三亞入列的福建號。這艘福建號是對岸第一艘採用電磁彈射技術的航母，能讓更重的舰載機帶着更多的彈藥和燃料起飛，技術上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2025年的下半年，遼寧號與福建號甚至被拍到一同停靠在青島軍港，外界研判他們可能正在為雙航母編隊的聯合演練做準備。1+1大於2，當2艘航母組成編隊，開始嘗試突破第一島鏈，向廣闊的西太平洋伸手的時候，那種壓力是實實在在的。而航母還只是對岸海軍這座龐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如今對岸的海軍，無論是從艦艇的總數來看，還是從每年新下水的噸位來看，都已經是全世界規模數1數2的存在。各式各樣的驅逐艦、巡防艦，像下餃子一樣一艘接一艘地服役。面對這樣一支力量懸殊的龐大艦隊，台灣如果還想用同樣的方式去回應，去一艘一艘締造大型軍艦，那無異於以卵擊石，財政上根本不可能負擔。這也正是不對稱戰略最冷靜也最無奈的出發點。我們来算一筆很現實的賬，一艘沱江級的船體造價大約是新台幣22億元，而對岸一艘大型驅逐艦的造價往往是它的數十倍。換句話說，台灣用造一艘敵方大艦的錢，可以造出好幾艘沱江級，而這好幾艘沱江级加起來潑灑出的飛彈，足以對那一艘大艦構成致命的威脅。這種以小博大、以廉制貴的交換比，才是台灣能夠撐起防衛的關鍵。畢竟戰爭打到最後，判的不只是武器的性能，更是雙方能否承受的代價。而這12艘沱江級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卻常常被忽略的戰略意義，那就是國建國造。從船體的設計建造到中科院研發的戰鬥系統與飛彈，沱江級幾乎是一艘徹頭徹尾由台灣自己打造出來的軍艦。這背後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一艘船本身。對一個處境特殊的地方來說，能不能自己造出武器，能不能掌握國防的關鍵技術，往往比向別人購買更加可靠。因為在真正危急的時刻，外购的武器、零件、彈藥隨時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斷供。可一旦掌握了自主的研發與生產能力，這條命脈就牢牢握在了自己的手裡。從沱江级的整個發展歷程，我們也清楚地看到了台灣國防工業是如何從原型艦的踩坑跌跌撞撞一路修正，最終穩定地把12艘量產艦全部造出來的。這是一個地方在巨大壓力下努力把命運攥緊在自己手心的真實寫照。而2025年下半年到年底，對岸对台灣的軍事施壓更是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光是2025年12月那一波環台軍事演練，規模就是歷來數1數2的，單日偵獲的軍機架次一度衝到130架次，軍艦10幾艘，公務船也大批出動，甚至向台灣周邊海域發射了多管火箭，嚴重干擾國際航運，影響了將近上千架次的民航班機。光是松山機場就有大量航班被迫延誤或取消。外媒直接下了結論，2025年的台海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緊張。而到了2026年，這裡依舊是一個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的碰撞熱區。更別說對岸那些在戰爭門檻之下反復進行的灰色地帶襲擾、海警船的逼近、科研船的水文情報收集，一點一點地測試着台灣的底線與耐心。而沱江級這種能夠快速機動、靈活應處的艦艇，正是用來應對這種灰色地帶威脅的一把好手。要真正理解沱江级的價值，我們還得從地圖上往後退一步，看看台灣到底站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從日本的九州、沖繩一路經過台灣，再往南連到菲律賓，這一連串的島嶼被稱為第一島鏈，
它像一道天然的籬笆，把對岸的海軍攔在了西太平洋的門外，而台灣正好卡在這道籬笆最關鍵的中央位置。對岸的海軍想要真正走向遠洋，成為一支能在太平洋上自由活動的藍水海軍，就必須突破第一島鏈，而台灣恰恰就是這道鏈條上最難啃也最致命的一環。這就是為什麼台灣海峽的這片狹窄水域會牽動着整個區域乃至全世界的神經。沱江級存在的意義，正是要讓對岸的艦隊在試圖穿越或封鎖台灣周邊海域的時候，每前進一步都要承擔被飛彈鎖定的風險。台灣不需要把對方的艦隊全部消滅，他只需要讓對方明白，想要在这片海域為所欲為，就必須付出血淋淋的代價。一道布滿尖刺的籬笆，遠比一道看起來高大卻一推就倒的圍牆更能讓人望而卻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你就能徹底理解為什麼台灣要在這幾年裡咬着牙也要把這12艘沱江級全部造完，一艘都不能少。當對岸的3航母編隊開始向太平洋伸手，當圍台軍演的頻率越來越高，當大型的2棲攻擊艦一艘接一艘下水的時候，台灣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群能夠在近海快速集結、潑灑飽和火力的尖刺，去抵消對方在噸位上的絕對優勢。沱江級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去贏得一場海上的正面決戰，而是為了讓對方在計算渡海登陸的代價時，永遠也算不出一個讓他們能夠安心的數字。不過，我們做內容講究的是綜合、深入，所以也得實實在在地說，沱江級並不是一艘完美無缺的神艦。事實上，它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經歷過不少波折和質疑。最著名的就是原型艦沱江當年的超重風波。由於在艦上安裝了大量的裝備，導致原型艦過重，在還沒有滿載的狀況下，吃水就已經逼近了載重線。這曾經引發外界對它浮力不足的擔憂，甚至有說法認為，它在戰備巡邏的狀態下，可能只能攜帶原定數量1半的反艦飛彈。當時海軍也公開出面澄清，強調這艘船本來就是模組化設計，可以針對不同的威脅來源搭載不同的重量，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把它設計成那種掛滿飛彈還無敵的戰艦。而後來的量產型也正是針對原型艦暴露出的這些問題做了大幅度的修正，比如把柴油主機從2具增加到4具，確保在舰載武器變多、重量增加之後，依然能維持應有的機動性能。從原型艦的踩坑到量產艦的修正，這其實正是國艦國造一步一個腳印慢慢成熟的過程。除了重量，小船還有一個天生的軟肋，那就是雷達視距。因為地球是圓的，艦艇上的雷達受到地球曲率的限制，有效的偵測距離往往很難超過40-50公里。可是雄3的射程動輒上百公里，這就產生了一個很現實的矛盾：飛彈打得到，但船自己的雷達卻看不到那麼遠的目標。要讓超音速飛彈發揮出最大的效能，往往就需要依靠其他平台，比如無人機、預警機、岸基雷達，甚至是衛星，來提供超視距的目標資訊與中繼導引。換句話說，沱江級從來就不是一個人在孤軍奮戰，它只是台灣整個聯合情報監視偵察體系裡的一個發射節點而已。如果這套體系在戰時被破壞，那麼沱江級手裡的這柄長矛也多少會受到影響。此外，原型艦在測試的時候還被發現反潛效能不佳，所以量產型乾脆取消了魚雷發射管和拖曳式聲納。這也意味着它在反潛這個任務上基本是放棄的。它就是一柄純粹的反艦長矛，專注、鋒利，但也因此有着非常明確的能力邊界。這一點我們必須誠實地看待。也正因為小船有這些先天的限制，所以放眼未來，台灣防衛思維的下一步已經明確地指向了無人化。許多軍事觀察家都指出，面對對岸越來越成熟的無人船、無人機蜂群戰術，台灣在建軍備戰的階段必須高度重視無人載具部隊在未來戰場上的運用，發展無人攻擊船、無人機以及反制敵方無人載具的防禦系統。沱江級這種有人駕駛的精銳攻擊艦，未來很可能會和大量低成本的無人載具搭配作戰，由有人艦艇負責指揮，由無人載具負責衝在最前面冒險消耗，進一步放大不對稱作戰的效益。
沱江級不是終點，而是台灣海軍從傳統艦隊走向智慧化、無人化、分散化作戰的一個重要的承先啟後的節點。當然，圍繞着不對稱戰略，台灣內部其實也一直存在着爭論，這一點我們也得攤開來談。有一種聲音認為，像沱江級這樣的武器是重用不重看，也就是它在實戰中極為實用，能夠真正咬人。可一旦面對大規模的全面衝突，光靠這些小船，是不是真的足以擋住對方排山倒海的攻勢？也有人擔心，把太多資源壓在不對稱武器上，會不會削弱了台灣在灰色地帶在日常巡弋宣示主權時所需要的那種能夠擺在台面上撐場面的大型軍艦？畢竟平時用來驅離對方海警船，向國際社會展示存在感的往往是大型艦艇，而不是这些戰時才會傾巢而出的飛彈快艇。這些爭論其實都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一個地方的防衛到底應該把有限的資源更多的投向那些能在戰時致命一擊的尖刺，還是投向那些平時就能撐起門面、下阻於無形的重器？這沒有標準答案，而台灣最終的選擇是兩者兼顧，但明顯的把越來越多的籌碼壓向了不對稱這一邊。沱江級的全數成軍正是這個戰略抉擇最具體的成果。還有一點不能不提，那就是這款飛彈的威力。台灣其實親身領教過。2016年，一艘錦江級巡邏艦曾經因為操作上的嚴重疏失，意外地誤射了一枚雄3飛彈，飛彈一路飛了出去，最終擊中了一艘無辜的漁船，釀成了傷亡的悲劇。這起意外固然令人無比痛心，卻也從一個側面沉重地證明了一件事：雄3的射程、速度與破壞力全都是真實不虛的。它不是紙上談兵的漂亮數據，而是一柄真正出過鞘也見過血的利器。也正因為如此，這款武器後來的操作規範變得極其嚴格，每一個環節都層層把關。一柄真正的利器，威力越大，就越需要被謹慎地對待。說到這裡，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一眼那艘靜靜停在蘇澳碼頭還沒有名字的 PGG-632，它或許永遠都不會有機會去真正獵殺一艘航空母艦。事實上，所有台灣人都打從心底希望這12艘沱江級連同那將近200枚反艦飛彈永遠都不需要被發射出去，因為不對稱戰略最高明的境界從來就不是去打贏一場戰爭，而是讓戰爭根本就打不起來。豪豬身上的那一身刺最大的價值不在於真的扎進獵食者的喉嚨，而在於讓那頭獵食者光是看着那一身森然的尖刺就打消了张口的念頭。這就是下阻用足夠真實、足夠致命的反擊能力去換取和平的籌碼。從1958年92海戰中那艘以小博大、彈盡而歸的老沱江，到2026年這艘集匿蹤、高速、飽和火力於一身的最終艦，將近70年的時間裡，這座小島所面對的壓力其實從來都沒有真正消失過，它只是換了一種又一種的形式。當對岸的航母一艘接着一艘下水，當圍台軍演的頻率越來越密集，台灣最終選擇的答案不是去打造一支同樣龐大的艦隊跟對方硬判，而是把自己變成一隻渾身是刺、讓人實在難以下咽的豪豬。700噸的排水量，16枚反艦飛彈，36節的航速，這些看似冰冷的數字背後藏着的其實是一個小國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所能想到的最務實也最倔強的生存智慧。或許有人會問，這樣的努力真的擋得住嗎？面對一支力量懸殊到如此地步的對手，造再多的沱江級，發展再多的雄3，真的能改變什麼嗎？這個問題沒有人能給出100%肯定的答案。可是歷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戰爭從來不是只看紙面上的數字對比。一隻渾身是刺的豪豬，面對的就算是百獸之王，也未必就一定會被一口吞下肚。決定一場衝突會不會發生的，往往不只是雙方的實力差距，更是那個強大的一方在動手之前反復計算之後，覺得這筆代價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而沱江級連同台灣這一整套不對稱的尖刺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要把這筆代價算到讓對方無法承受、無法心安。
當你足夠難啃、足夠扎手的時候，那張準備張開的嘴也許就會猶豫，就會收回。而這份猶豫，這短暫的收手，可能就是和平與戰爭之間那道最後的也是最寶貴的防線。我們造這些船，買這些飛彈，從來不是為了渴望一場勝利，而是為了避免一場根本不該發生的悲劇。PGG-632，這個還在沉睡的鋼鐵嬰孩，很快就會被賦予一個屬於江河的名字，加入他那11個兄長的行列。當這12柄尖刺全部就位，散落在台灣海峽那萬頃波濤之間的時候，他們所真正守護的，並不是某一場想象之中的海戰勝利，而是這座島嶼上每一個平凡的清晨，每一頓安穩的晚餐，以及每一個還能夠繼續做夢的夜晚。火力就是正義，這句話聽起來霸氣，可它的另一面其實是一句很無奈也很真實的話。唯有手裡握着足夠的力量，一個地方才有資格去从容地談論和平。